我叫苗兰，来自中国。在20年当中，我只追求一样工作，我放弃了自己当时比较舒适的工作，决定来新加坡闯荡一下。我想作为一名临终关怀护士，为那些临终病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，让他们圆满地走完自己的一生。如果重新让我再选择一遍，我觉得我会义无反顾，重新选择做这行工作。在医院里看到外国护士并不奇怪，但是今天我要见的这位，来这里已经很多年了，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，而且他的专业领域比较少见。So it's your meeting just finished. Every morning you have meeting, in the morning. So I today come here. OK. 他怎么样呢？昨天，明白啊？那痛是什么样的情况？你能让我知道一下吗？是吧 ？OK， 那好，我给医生说一下，谢谢你打过来，开心，嗨，你好 ，Hello， 苗兰你好。那刚才你在忙的时候呢，我也四处观察了一下，觉得这里的环境真的非常的舒服。那我也很好奇，你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什么呢？就在3年之前，我们临终关怀成立了一个临终关怀咨询中心，每天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病人答疑解惑了，特别是早上从9点到下午1点之间我们电话是高峰期间。那我刚才从大门踏进来的时候，在活动板上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活动，对，包括按摩啊，看电影啊，对，很感兴趣，我可以带你看一下好吗？好啊，好，谢谢，是我们所有病人，日间护理中心的病人在这边早餐lunch time 他们会在这边，然后包括一些活动区域这个是我们的那个pantry的地方我们会有一些volunteer，他们会定期来这边帮我们病人煮饭我要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酒吧，这些酒钱是那些公众人士一个捐款，给我们病人提供一些美好的瞬间，让他们在生病期间来到这里，还能品尝着不同的酒我们再往前面看这个是我们的活动室，我们的医护人员正在教病人做一些活动，来，我们一起去过去看看我的天，他们在教我们一些呼吸的训练对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角落，这个地方其实说一些我们的病人，他们刚刚过世，这些照片都是当时他们在我们这边留下最美好的一面的照片。临终照料这个课题其实是很沉重的。如果对公众来讲，他们认为临终关怀就是不断的面临离别、失望、无助包括遗憾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看到另外一面。那一面就是说，当你照顾的病人，他们的痛到最后没有痛了，然后还有病人一直想念的人，到最后在最后一刻他们见到了，所以这些美好的瞬间其实很轻、很美好，也很有意义。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追求做这份工作的一个目的。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面对临终病人的那个时刻？其实我第一次来这边做这份工作是跟着一个很有经验的护士长，他带我去看一个病人。当我进入病人家的时候，病人骨瘦如柴，躺在地上。我当知道病人1个星期没有排便，这个护士长就跪在地下为病人掏大便。当他做完所有处理以后，病人露出了一丝的微笑。所以在那个过程，我感觉作为一个临终关怀护士很伟大，很值得骄傲。那面对这样的所谓离别的时刻，你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情呢？我告诉我自己，
你有没有为病人做好，让病人减轻痛苦？你有没有为病人家属让病人家属感到安心？如果我说是，那证明我这份工作我已经做到让病人比较安心，我有一个美好的陪伴。Are you feeling better after doing massage? Always. Wow, so good 啊！您在来新加坡之前哦，其实已经在中国当了22年的护士，对，也当上了护士长。所以当时为什么会决定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呢？一个人不管怎么样，不论任何年龄，都要有自己的追求，就是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啦。所以基于这种情况，我放弃了自己当时比较舒适的工作，决定来新加坡闯荡一下。所以那个时候家人对你的决定支持吗？一开始其实我的家人是很反对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看到我这种坚持，所以他们说：“哦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哈，我可以，就是让你出去放手，出去去闯荡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有没有病人因为你是外国人而无法接受你呢？我觉得会遇到这些问题，特别是我有一个病人，其实他是我印象中比较一个深刻病人，在一个庙里头和尚。因为刚开始他也是觉得，你是个外国人，你可以照顾我吗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就是说，我们怎样用我们的热心、爱心去感染到这些病人，其实无形当中这个距离感就拉近。其实到最后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叫观音？”他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说：“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”他说：“观是用眼睛去看，音是去听，然后再用心表达出来。”做出来。他说：“其实，在这过程观察中，我觉得你就是我的观音。”所以他的话其实一直鼓励着我，让我知道，要做这种临终关怀故事，一定要用心、用爱、用那种真诚的行动去表达出来，去照顾他们。所以回顾这段旅程，你有什么感触吗？让你收获很大的？那个时候，其实大概是我最初来到新加坡，其实那段路程是最艰辛的过程。为了能节省钱，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从我住的地方在 B3，就是天还没有亮，我已经出发的路上去上学。那一段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最长的路，这个过程中其实给我了很多沉淀。让我知道人生这个路不是很容易走下去，但是每个人你只要有付出、有坚持，任何路还是可以走到最后。那条路从暗走到看到曙光，看到曙光，对，是这个道理啊。你刚来新加坡的时候，就是住在这一带，对不对？对，当初我是住在这块房子，在3楼。那今天回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哇，心情很特别，因为我很久没有来到这个地方，也就感觉到，这可能是我刚开始最初一个家。天还没亮就走路上课，就是在这一带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从这边开始，然后沿着那个大道一直走下去。那从碧山走到 Balestier 挺远的哦，大概要一个多小时。1个月之内，我的鞋都破掉一双，就是为了走路省。可是也有足够的运动。对，是这种情况。所以今天重新温习来这边，我感觉到，就是我从艰苦走过来到今天那条路最值得我回忆的一个路。那我们去走走看，你当初每天要走的那条路。好。欢迎来到我的寒舍。谢谢你邀请我来。你的家非常的舒适，很温馨。然后我看到有很多植物的那个摆设，是我比较喜欢花花草草的东西。希望家里头像一个花园一样的感觉，回到家里比较能静下来。是直接从碧山那里搬过来吗？没有，在过程中我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，很累，所以最后决定一定要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这是我家里最早时候我和父母和我的哥哥弟弟在一起的照片。这是你吗？这是我。这个是我妈妈在最后时间我回国去照顾她。
当时已经生病，已经到最后晚期了。这20年你回首看，你觉得这段历程带给你什么呢？辛酸苦辣都有。其实，在过程中，我学到了很多，也让我成长很多。而且我的父母他们也是从事医疗工作，所以无形当中他们所做的行行为为，其实对我人生影响很大。父母的劝说，或者是说无形的一个示范作用，让我最终选择了做这个护士行业。那直到有女儿之后呢？生了孩子之后有没有改变你？作为母亲，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角色。你不但要照顾好孩子，关心好孩子，但是我觉得一个母亲一个形象应该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。在照顾孩子的同时，我也会考虑到不断看怎么样提升自己，让他以母亲为骄傲。母亲也可以有自己的目标，追求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包括当初想要来新加坡。对当时我来新加坡时候，女儿大概11岁。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很不容易做出这个决定，因为孩子还需要你照顾，不是完全需要脱手。其实每个事情，当你追求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到那个 balance 怎样取舍，是你要以家庭为重，还是以事业为重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我的先生从背后过来支持我，他就说，不管怎样，只要我的选择，我愿意做下去，他会在无形当中是支持我。怎么样？今天还好吧？来，我们再活动一下。Hello， 苗兰。Hello， 淑华你好，很开心见到你。是这是我的先生赵先生赵先生是他经常会来这边看我。所以每次过来，如果是周末，一定会放假的时候会到外头走走。最主要来徒步锻炼身体一下。是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们都是处于两地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况，那怎么维系感情的呢？两地分居确实不容易，也是考验一个家庭的稳定性。我是每年会来2到3次，最多是4次。20年来，你觉得你们关系有怎么样的改变呢？最终还是证明我们呢爱情坚固。对，他也很优秀。是。那你怎么看待他的这份职业呢？这个对于中国来说，对临终关怀护理这个几乎是零。我也是从跟他的聊天这些记录里边，就是能够学习到了这种新的知识，会为他骄傲。因为这份工作确实是不容易。我从这里边也是学到了很多经验和知识，而且用这个经验和知识也照顾到我自己的家人，就是回馈给我家人。对，我就记得你有一段期间是回中国照顾母亲的，对，花了1年的时间。现在还能够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吗？这20多年中，我失去了2位亲人，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。其实第一次时候，爸爸病危，但是我没有机会，没有时间去陪伴他，直到他走，我也没有看到最后一眼。这是我一直觉得很遗憾的事情。所以当第2次当我知道我母亲同样患上了癌症，其实那时候我心蛮痛，我就决定不管怎么样，作为女儿，我一定要去完成作为女儿的责任，去尽孝。所以我毅然决然的，我先辞职去回家照顾妈妈1年。那时候回国之后，原本是有打算不回来新加坡。对，那时候我已经打算就是不要再回来了，因为我觉得是家庭是第一位了。其实我觉得是我母亲对我的一个托付。她告诉我，她说，我知道你用你的知识学到的知识照顾了我，让我也体会到，确实做这种临终关怀其实很重要。她说，当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希望你继续回报社会，去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。当时其实我真的很感动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说我母亲有那么大的心怀，她会考虑到是别人，而没有考虑到她自己。其实那时候是让我真的下决心，第2次又返回了新加坡。这是我女儿结婚时候的照片，还有她的先生。澳洲吗？这个是澳洲，在墨尔本。
然后这是外孙吗？啊，这是外孙。女儿在新加坡的那段日子陪你度过的一些低潮期，有没有哪一些例子可以分享？当时来这儿花销很大，我的收入也不是很高。女儿真的是她很节俭，然后就是我会给她钱，我说你需要多少钱？其实说妈妈不用给太多，她说我要为妈妈节省钱，因为当时没有钱了，就是说大概剩下花下了不到40块钱，就整个月。所以女儿就说妈妈我知道你挣钱不容易，所以我要珍惜钱。所以女儿那时候说妈妈我真的很爱你，我也知道你在这边打拼不容易。所以那个情况下，我觉得那个过程是让我最心酸，是我没有给到孩子最好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做不到。有没有一刻你会觉得，哎，我后悔了这个决定？我可能是当时会有那个一刹那之间，我觉得我做这个决定对吗？我会不会因为这样付出很多，影响到孩子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知道任何困难一定是会走通的。你只要能坚持住，那只是一个生活的沉淀和经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就坚持努力，咬紧牙，也要把这条路要走通走下去。所以完全就是靠自己的意念，然后女儿也很懂事。对，辛苦了。不会，不会。淑华，我今天带你来一家我们经常来这边吃的一个餐厅。我相信我女儿已经到了。对，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好。他们已经在这边等人了啊。你好，好，我们先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亲家，这是我的这是我女婿郝昭，这是我的外孙，Hello，我们叫他小西瓜，这是我女儿赵雪，赵雪，你好，那像这样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，多久才能够达到一次呢？可能1年1次是最好的，但是可能比这个更久一些。选合适的时间跟一个地方见面是非常难的。你小时候，你有觉得妈妈的工作和一般人不一样吗？可能小时候是觉得害怕吧，因为要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嘛。但是长大了，就现在会觉得很有意义的时间。对。所以你觉得他这份工作有影响到你吗？肯定是有的，因为我一直很佩服他，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有冲劲，然后女强人的那种。那你现在的职业选项，你觉得有受到爸妈的影响吗？那可能没有。对，可是幼教嘛，对吧？对，读本科读的是心理学，但是后来又换成了幼教，因为比较喜欢小朋友。所以当初的确是你希望女儿学医学和医疗有关的工作的。那对你来说家庭是一股支持的力量，还是牵挂呢？我觉得支持也有，牵挂更有因为我觉得支持是让你心有多少梦想，牵挂是让你就是心归回到家庭，所以我们是这样理解的。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了，接下来有想过要跟家人一起多做什么事情吗？我觉得是说希望全家能聚在一起，能有一个团聚的时间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珍贵，对我们全家来讲。所以我一直盼望着大家经常坐在一起，就像今天这样。那你觉得你对新加坡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我对新加坡贡献，也许是说微不足道，但是在这种过程中，我通过自己去照顾这些病人，让这些病人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和关怀，让他们比较有尊严、安详的离世。这种虽然是很小的一步的，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步叠加在一起，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工作。如果你有一个机会重新来过，你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？如果重新让我再选择一遍，我想到是病人家属，我觉得我会义无反顾重新选择做这行工作。你好，怎么样？今天吃饭还好吗？这饭怎么样？对，苗兰说话轻轻柔柔的，可是2天相处下来，让我感受到的是她内心的强韧，
他在40岁之后放下家庭，放下事业，来到新加坡，一切从零开始。初期所面对的种种挑战，如果不是意志坚定，根本撑不下来。苗兰所选择的临终护理行业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的路。他在照顾别人的同时，也面临自己的人生考验。而且在面对2次的选择当中，他都选择了新加坡。这说明了这个地方、这里的工作和这里的发展方向，对他来说有着巨大的认同感。从他的身上，我看到了年龄不是枷锁，文化隔阂也能够通过努力不懈的真诚沟通被打破。